我们见证了这位青涩的哈萨克族曾经的少年，现在已经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位勇士。我是吕继忠胡布兰，来自新疆伊犁市一名哈萨克族选手。胡布兰图尔逊别克 ，I give you China Supernova， 走！哇！想成为一个强者，你得击败比你更强的，所以这次我必须得击败他。要进入蟒蛇角，我们看这个位置，很紧了，快拍了，快拍！快一点认输。地面、健力都能打，所以也可以说我是挺全面的选手。绿巨人胡布兰，一双非常非常巨大的铁拳，真的有着摧枯拉朽的实力。连续的追加上钩，而且后冒的再一次。我把你们一个一个的收拾，看我怎么干你就完了。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比赛没有错 ，JCK 战绝城最后的一场主场比赛对局。您现在看到的不是别人，正是雪域猎人、赏金猎人泽旺。从广阔雪原走出的藏族小伙 JCK 的超新星，出身于传奇的恩波格斗，范马多基、吕振宏、泰耶拉克、宋亚东的师弟，没有错，就是这个帅小伙子。而这次他要挑战的不是别人，正是被称之为绿巨人的哈萨克族战士胡布兰图尔逊别克。目前胡布兰图尔逊别克 JCK 羽量级官方排名第一，27战18胜，这成绩是让所有人都觉得牛掰啊！更不要说北京全天下格斗俱乐部出身李景亮的师弟，职业生涯可以说是辉煌灿烂，击败过野猪卢兆煌， TKO 过郭靖，对战过世界级王者沙米尔、乌里吉布人。面对生活啊，这个图尔逊别克也是十分尊重大家，但是上了擂台啊，没有谁能蔑视他。所以说这场比赛胡布兰大战泽旺，绝对是一场震惊四座的这么一场比赛。到底谁胜谁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OK， 第一回合比赛，红方选手胡布兰，蓝方选手泽旺。两位选手目前在 JCK 啊都是十分的耀眼，一位是老牌的王者，而另一位则是 JCK 超新星。两位选手我们都已经介绍很多了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就看两位今天晚上到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长江前浪拍在沙滩上。哎呦，泽旺的挑衅意味很浓啊，不停的表示来打地面啊，你胡布兰的地面既然那么强啊，跟我在地面上一决雌雄好不好？但是很明显啊，胡布兰不太受泽旺的影响。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东西。那么这场比赛胡布兰之前也说过会给泽旺准备一份大礼，那么究竟是什么，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是的，那么其实这场比赛呢，对于泽旺来说是非常想把比赛控制在一个中远距离，因为胡布兰相对来说是一个善于打阵地战的选手。刚才一个封手，严守啊，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采取这样的打法。没错啊，在八角轮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泽旺一直是在享受比赛，每场比赛就好像他的一个自己的个人秀。一个后手拳打到，要小心。其实泽旺呢，之前那次非常有争议的失利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没有看到泽旺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没错，所以说对于胡布兰来说，这场比赛自己的阵地战能否起到效果？看这场比赛赛前呢，泽旺就说：“你不要过来抱我。”哦呦，这一局大摔，虽然挣脱的很快啊。胡布兰是眼见这一次抱摔机会是不太好，看看还可以找到破绽啊。毕竟泽旺在赛前确实是有够猖獗的啊。那么泽旺确实他拥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身体数据，所以他的外围打击，而且他的这个进攻的方式是不可预判的。是的，刚才你看后手拳打完之后呢，直接一个错步错开。所以说对于胡布兰来说，这场比赛到底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地呢，还是说是泽旺的游走战术再次达到成功了？胡布兰刚才也去试一下场地，可能有点湿滑。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现场我们正在下雨，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啊，情绪还是非常的高涨。没错，这场比赛已经是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是的，现在看到胡布兰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打防守反击。那么对于
胡布兰来说，每一次泽旺打入之后，打入和退出这个窗口就是自己绝佳的迎击和反击机会。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提醒大家说一下，毕竟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胡布兰面对着吕凯这样的拳头都没有倒下，那这场比赛的话，考验泽旺拳头的时候到。是的，这场比赛呢，泽旺想必来说也是做黑看，这个就是泽旺的恐怖之处啊，他的渗透力实在太强了。现在胡布兰是主动的抱摔，而且是拿到了泽旺的背，但这个拿背的动作还没有完成彻底。而且泽旺的身高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胡布兰会不会利用比较低的重心去连续进行放摔？所以说，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呢，对于这场比赛都是备战非常充分的。如果说泽旺之前的连胜啊，让自己感觉到是过度自信的话，那上一场比赛 OK 连续的后退。胡布兰在第一回合表现的非常的弱势啊，反倒是泽旺这个从头嚣张到尾啊，这个猖狂的气势进攻性真的是很强的。可以看到泽旺还是在找机会，不停的施展假动作。目前来看的话，比赛又进入到了泽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是的擅长的领域当中。现在对于泽旺来说，自己想要把比赛维持在远距离的距离，而且呢，自己打入和撤出是相当的快。没错，他的比赛也是非常的有观赏性和意外性。是的，其实这场比赛论双方的这种风格迥异的事态来看呢，那泽旺更像是乔昂阿里，那胡布兰更像是富尔曼。是，我们看到胡布兰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这样的干扰，还是坚持着自己比赛的风格，稳扎稳打。是的，胡布兰是一位持久型的选手。那么对于泽旺来说呢，他是一位具有极强隐蔽性的，不仅仅是招数，更是自己节奏的变换。其实在 JCK 的8人龙当中呢，我一直认为有2个人很具有艺术家创造力，一个是泽旺，另外一位是吴泽。是的，现在胡布兰对于泽旺的这种节奏啊，还是在适应当中。是在适应。那么泽旺现在真的他的这种节奏，而且突然启动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看艺高人胆大，现在泽旺已经是到了自己所熟知的能量流当中，这种场域也是泽旺首先调动的。好的，不绝。OK，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逃脱。绿巨人啊，确实也是韧性十足。那么比赛毕竟还是3个回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最后双方一回合的表现。刚才胡布兰有一个前手点到泽旺，那么从第一回合来看呢，胡布兰在头部打地方面呢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势，所以说在第2回合又是泽旺的个人秀回合，所以在第3回合双方将如何调整自己的技术战术呢，至关重要。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是来到了泽旺的这一边。你看双手下垂。现在对于泽旺来说呢，自己这种双手下垂，完全下垂，已经是慢慢的变到了，你看袭击，这个也是胡布兰想要有一个忍者脚，忍者脚变断头，这个是飞塔金，但是在落地的一刹那，胡布兰又是逃脱了，真的是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刚才的断头已经是相当紧了，胡布兰再次的抱腿，这个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胡布兰，这个是从当时胡布兰打第1场比赛当中，我们就印象非常深的胡布兰。好的，经过长时间的纠缠呀，胡布兰可算是控制住了泽旺一下，但是泽旺的地面防守真的是做的特别的棒啊！防抱摔，防拿背，防拿上位，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住泽旺的。应该是变换了拳架，刚才的这次拿背之后的前滚翻逃脱也是非常的精彩。是的，现在胡布兰还是在伺机而动，那么泽旺还是想要去从远程性打击，刚才做了一个假动作，好像是有一些放松，其实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是，感觉可能是跟着泽旺有一个后手打空了，但是这个时候胡布兰看到泽旺一直不停的想要去寻找圈头的机会，但是这一击的圈头，胡布兰还是利用自己超强的韧性把比赛拖入到，但是这个时候泽旺开始说，你是想打吗？还是想要跟我在这耗时间？没错，目前虽然胡布兰有多次的这种上位的抱摔成功，但是啊，这抱摔成功之后的控制没有压制，包括打击伤害、降服击布置等等，那些才是衡量整个比赛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标准。是的，所以光靠摔倒还不行啊，胡布兰还要加把劲。绿巨人想要锤爆灭霸的话，还是需要你的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呢，也是对于节奏 OK， 胡布兰再一次控制住泽旺，上位连续的砸拳，没有太多有效，但真的是泽旺起身啊，这是我见过所有 JCK 选手里起身起的最快、最干净利落的这么一个选手。又再一次的想要去进行跨步，但是现在还是胡布兰，现在是胡布兰啊，对于自己的耐力，这个就是分水岭的时刻。是啊，泽旺回到了全封闭防守，但是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头部呢是枕着龙网。我们看会不会去抽动一下自己的胯，想要去寻求一些降服。那胡布兰的上位砸击啊，这个伤害度有多大，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晰。最后的1分30秒至关重要。是。那么如果说是胡布兰持续的压制泽旺在这个位置，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难说，确实很难说。现在泽旺还是奋力的想要去寻找能够起身的机会。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泽旺的西盾的杠杆力是相当的惊人，但是现在他被胡布兰呢是垂直的顶在了卡脚的旁边，自己不太容易发力。是刚才确实我们看到修长的身材，刚才想要去转换胯部的位置是被龙边卡住了所以胡布兰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牢牢的把对手控制在。现在胡布兰看到这个是胡布兰最擅长。OK， 两个人在最后的决胜局啊，用尽了全力。胡布兰再次拿背，还是想做裸脚。OK， 泽旺再次翻滚挣脱，真的是啊，胡布兰哈萨克族的绿巨人战士，地面相当之强悍，但是拿泽旺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相信泽旺这一次确实有些湿滑。这场比赛双方在雨中进行鏖战，最后的30秒钟将会决定整场比赛最后的走向。灭霸和绿巨人啊，泽旺还是在寻找远射点射的机会。是他的出手次数确实不多，但是精准。之前胡布兰遭受到细细的重击，是因为自己去下潜抱摔，但是现在感觉胡布兰呢也看再次的细细。要小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泽旺圈住了断头台的把位，最后的几秒钟，但能否成功？因为现在比赛结束了，这是一场好的比赛结束，这真的是一场非常非常不错的比赛啊！泽旺向所有人表现了自己在地面上的绝对逃脱力，可以说他的地面可能不是很好，主动进攻可能是没有，但是绝对是这个防御力太强了。而且胡布兰真的是可以看出来，胡布兰打得很憋气啊。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好的，没有错，这场比赛最终的获胜者，雪域赏金猎人泽旺。胡布兰真的是崩溃了，完全打崩溃了啊！不愧是泽旺，真的是太强了。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泽旺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